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啊，他也不废话，直接啃了一口。不仅如此，什么红薯、山药、西葫芦、土豆，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然后在表面打孔，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还要不断测试音准，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拿来了西瓜、鸡蛋和大葱。小哥轻蔑一笑，就这，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没想到还都吹响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一旦蔫了，音色就不纯正了，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同事都被震撼到了。不过要说奇人，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相对来说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大叔说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1年下来呢只成功了2根，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现在都是用别人的，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黑长直是他的最爱。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小朋友都看傻了。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下面这个奶奶虽然没有大叔厉害，但也值得一看。90岁的奶奶经历过车祸后，腰板竟然变直了，之前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墙上还留下了一道痕迹，现在呢上楼都不费劲，专家都表示不可思议。奶奶说出车祸后自己当时就懵了，什么都不记得，醒来就变成这样了，就很神奇。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里3层外3层的打开，这不就是块石头吗？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叫龙涎香，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比黄金还要贵10倍，1克就能卖3000块。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没想到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这就很神奇了。上网那么一查，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这不一夜暴富了吗？工作人员闻了闻，确实没什么臭味，难道真的是龙涎香？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但村里老人说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哪来的鲸鱼便便啊？说再多都没用，接下来直接找专家。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一番分析后，大叔满怀期待，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妻子安慰大叔，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那泡沫就给接了。这座坟墓会蹦迪，它周围从来不长草，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圆圈，而相邻的坟墓却杂草丛生，这光秃秃的一圈明显要比周围低了很多。即使有人围着坟墓转圈的话，至少也得走几千次才会有这种效果。而且还发现了本地根本不存在的植物种子，真的是奇怪。坟墓是这位爷爷家的祖坟，他现在非常不安，因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坟头寸草不生，称为光头坟，不是好兆头，预示着家族衰败，后继无人。他现在就想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节目组在对面公寓架起了摄像机，第2天果然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生物。节目组辨认了好久，确认是一只野鸡。只见它不停地围着坟墓转圈，正着转完反着转，那它为啥只围着这个坟墓转圈？为此节目组找来专家蹲下来模拟野鸡的视角来观察墓碑，转到侧面终于发现墓碑是镜面的，可以完整的照出自己，也就是说野鸡能从墓碑里看到自己。在发情期，雄性野鸡为了争夺雌性野鸡，在见到其他雄性野鸡时会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它应该是把墓碑上的自己当成情敌了。至于在周围发现的植物种子，说明它在转圈的过程中还会拉屎而已。就在节目组调查的间隙，这只野鸡还在高温下锲而不舍地围着墓碑战斗还真是个执着的野鸡啊！和它一样执着的还有下面这只狗狗。这座坟墓会叫，只见一只狗不分昼夜地趴在坟墓上，只要有人靠近，它就会疯狂地叫，非常警觉。村民说这只狗是2个月前突然出现的，一直趴在坟头上。另一位大妈还说那座坟墓的主人是被人害死的，
的，非常惨。还有人说是来寻仇的，一时间关于这条狗的说法越来越多，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节目组在墓地附近发现他在坟墓底下挖了个洞，平时就住在洞里，还找到了一个不算很旧的狗链子，所以说这只狗应该是有主人的。而且每当有车辆经过，狗狗都会很专注的观察，难道它是被遗弃了？都不知道它最近2个月是如何生活的。不过村民很善良，经常会给它提供一些吃的。即使这样，小白还是从不靠近人。对于他这种迷惑行为，节目组请来专家使出浑身解数，小白还是远远的待在一边。不过专家观察后发现，小白鼻子很湿润，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村民还给小白做了个房子。刚开始小白还是很谨慎，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爱，看起来也是饿了好久了。大妈表示，在他主人找到他之前，会好好照顾小白的。最后就祝小白早日找到主人吧。然而喜欢待在墓地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这片墓地会开会，每到深夜，墓地里就会传来说话的声音，好像是有什么人在念咒语。走进来才发现是一位大爷，对着坟墓不停地念叨着什么，直到天亮了他才离开。即使在路上也是喃喃自语，手里还拿着一个笔记本，有人说是死亡笔记，还说每天凌晨3点都会在墓地看到他。节目组大胆询问，大爷却说自己在背地名而已，书上记录着各地区号和道路名称。他还向节目组展示了一番，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但为什么要在墓地背呢？大爷说墓地安静，能够集中精力，而且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周围人都一副懵逼的表情，连狗狗都是懵逼的状态。他在墙上贴满了自己制作的表格，大爷说这样可以增强记忆。节目组想要考验他一下，给了一份人员名单，让他在1天时间内记下来。大爷先把名单抄了一遍，边抄边读来增加印象，即使在买东西也要一直背。1天过去了，检查时间到，果然大叔倒背如流。节目组却发现大叔手上写了些什么，难道大叔在作弊？大叔说这是白天写的，为了方便走路时背诵而已。那他为啥喜欢背东西？原来啊，大叔担心自己得老年痴呆症，背诵是为了增强记忆，慢慢的就喜欢上背东西了，甚至还成了老年大学的教师。看到了吧？不想痴呆就得多背诵啊喂！好了，我是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大姐上厕所从来不用纸，必须用纸的话，就要把用完的纸留着，下次继续用。用完的卫生棉也要洗接着用。为了省水，马桶要攒1天，睡觉前才会冲1次。28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短裤都是30年前趁降价买的，松紧带已经没有弹性了，没关系，用夹子夹上照样穿。袜子都穿到脱丝了，变成了薄薄一层。短袖从小穿到大，上面全是洞。他还说希望再穿个20年。洗发水也是各种免费试用装。洗衣服用洗衣机就太费电了，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里，洗完澡顺便就把衣服洗了。我觉得这样还是浪费，应该把洗澡水收集起来冲马桶才对嘛。家用电器都是用优惠券兑换的，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气费，他把家里燃气停了，只要花钱一切免谈。很多人觉得这样省钱完全没必要，你再省也买不起房子啊。人家买了市中心的房子，还还完了贷款，家具全是垃圾箱里捡的，别人丢的瑜伽垫被他捡来当床。然而像他这样节俭的人，却准备请朋友来家里做客，那自然要提前准备了。首先要打扮一下，剪个美美的发型，剪刀还是上学时室友不要的，听说有家店在清仓处理，他决定挥霍一次，看中了一件10块钱的衣服，还想让老板再打个5折，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币。老板说我这都打骨折了，要不送给你吧。那太好了，我先把钱收起来。接下来就是给朋友准备晚餐了。只见他来到垃圾桶旁边，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他却在垃圾桶里找食物招待朋友。他特意来到高档餐厅门口的垃圾桶，说这里丢掉的食物品质好。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他开始采购了。你看这不就有很多新鲜的葡萄吗？还有西红柿，做个西红柿炒葡萄，不错。今天运气也很好，还找到了一盒烤鸡。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才过期6天而已，非常适合给朋友当主食。最后还找到一盒蛋糕，这下齐了，餐后甜点都有了。这时店主想要赶走他没有感到一丝尴尬。他认为只要你把食物丢进垃圾桶，那就是公共财产了，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捡。还说你们真是太浪费了，下次丢垃圾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社交牛 C 症无疑了。他回家后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开灶，但这次是招待朋友，他决定包装下摆个盘啥的，于是把捡来的食物全部倒进锅里搅拌一下，一份大锅菜就做好了。还说希望朋友会喜欢他亲手捡来的食物。朋友如期而至，他先给朋友介绍了自己从垃圾桶捡来的家具，自豪地说自己从来没买过家具。朋友都听傻了，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但更让他们傻眼的还在后面。晚餐时间到，大姐拿出了捡来的食物，好朋友来家里做客，他却把
从垃圾桶捡来的食物端上了餐桌，朋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小心翼翼尝了一口，表情复杂，又尝了一口，直摇头。另一个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一口下去一言难尽，问他食物从哪来的，大姐嘿嘿一笑，笑得朋友惊慌失措啊，不会吧不会吧，这也是捡的。朋友顿时肠胃翻滚，冲进了厕所。大姐贴心的说马桶没冲过，味儿可能有点大。这样好了，朋友吐得更厉害了。这还没完，大姐还要请朋友吃餐后甜点。朋友发现蛋糕已经被人咬过了一口，很明显也是捡来的，碍于面子还是决定尝一尝。确实不新鲜了。朋友打开冰箱找水喝，发现冰箱铺了一层报纸。大姐解释说捡来的食物有的包装比较脏，所以才铺上了报纸。朋友一听，那算了吧，我还是憋着回家喝吧。没一会儿朋友便离开了，以后估计不会再联系了。但我觉得大姐至少还挺坦诚的，其实她变得极度节俭也是有原因的。大姐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本以为一辈子衣食无忧，没想到后来竟然失业了，这让她有了危机感，于是学会了省吃俭用的生存之道。据说每个月都能省下4000块，房贷都还完了。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没买房子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